我觉得以前真的都会有一种错觉，都会觉得别人家 AI 比较厉害，我这一个比较笨然后后来发现笨的是我我可能要跟我的伴侣沟通的时候，有些对话是困难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会透过 AI 来帮我提升我思考的品质。像我自己很喜欢读书，我就读过像是非暴力沟通 DISC 的人际沟通风格，萨提尔的冰山对话模式，我可以把这些对话的一些框架跟方法全部先埋进 AI 里面，我让 AI 知道说我想要透过这些方法来去预演那些对话，它就会根据我的意图用那一些步骤跟方法拆解，短短的10分钟的来回的对话里面，我就知道了好几个可以对话的出发点跟步骤。所以你对话的时候，你总是会去想到，哦，我应该先提问，先倾听，问他为什么，我再来跟他说我的想法是怎么样，怎么样既可以达到你想要的，又可以达到我想要的。这个在对话的过程中就一直会发生，然后那个对话的成果就会非常的好。欢迎来到人生解扣方程式，我是节目主持人 Jaco。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我从小看到大的频道下一本读什么以及阅读前哨站，但是刚刚那句话还是要澄清一下，是心智年龄从小读到大，不是肉体年龄。好那我们先用最热情最开心的心情来欢迎今天的来宾瓦基。Hello， 大家好，很开心来到这边。我觉得过去可能有很多人是从说书的内容去认识到瓦基，但其实我在准备今天的这一次访谈的时候，我发现其实瓦基在这几年他做了很多事情，写书也好，线上课程也好，甚至呢他写的书的种类已经从自己的经验跨到变观点思维的书，我觉得这个其实跨度非常的大，然后加上因为工作种类又跨到创作的话，其实处理的事物是很多的。对。那后来我也是关注到说，他使用 AI 的这个工具，帮助他在同时身兼这么多任务的时候，还可以过得很幸福、很开心。所以今天就想要特别来聊聊关于 AI 的运用这件事。好，那瓦基，我一直以来有一个问题，是我每次在用 AI 的时候都会觉得不踏实的点，就是他的答案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都好像有道理，可是是不是真的可以全然的相信他？我觉得这件事情我都会打一个问号。像这个情况你会怎么想？我自己觉得大家在用的时候一定会遇到 AI 的幻觉，或者是他有一个讨好的那种陷阱，就是他会讨好你，因为他们以前在做演算法的测试的时候，他会在底下给你一个赞跟倒赞嘛。如果你喜欢他的回答，你肯定他，你就按赞，所以他会尽可能的给你会认为按赞的答案，这个就讨好。那另外一个幻觉是因为他为了要讨好你嘛，为了要给你满意的答案，他可能会虚构或者是编造一些东西让你想要按赞，所以他的结论是这样，他给你的他不是追求所谓的事实，他是追求使用者的按赞，所以一开始的这个训练会有这样的倾向。那是到了越来越后来，包含我们现在对话现在可能它里面被埋了更多要查证事实或是查核事实的这种东西的时候，他可能才会回答出比较正确的东西。但是刚刚 Jaco 又问到一个问题，我们尽管问了 AI， 它给你了一些回答，可是它就算是事实好了，但有时候那些事实有点无聊，就是好像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对不对？它就会给你一个很 OK， 好像看起来没什么问题的答案，但好像你又说不出来，好像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回答，就是很中庸、很平庸的一个答案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大部分的人在用 AI 的时候都一直会遇到的问题，包含我一开始在用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我后来才渐渐发现，其实我们如果问他一些问题是问的很，我们叫 general， 问的很广泛，或者是问的一个很平凡的很无聊的问题的话，那他就会给你一个比较无聊的答案。我举个简单例子，你问他说，请问我要怎么样培养阅读习惯？如果你问一个这么 general 的一个问题的话，他会给你可能10个阅读习惯的建议，每条看起来都对，可是每条好像又哪里没什么对，就是说他可能告诉你每天就是要读3页的书，然后每天就是睡前什么时候读你就是要找朋友什么一起读，就他给你很多很多看似正确的建议，可是你会觉得好像没有打中你。对，所以我自己后来才发现，原来不是 AI 的问题，因为你抛给他越频繁的问题，他就会给你越频繁的答案，所以你其实要抛给他一些比较特别的问题，
是比较个人化的，或者是你要把它拉离那个平均值。我举个例子来讲，像我刚刚说的，你要培养阅读习惯，你不能只是问他这个很 general 的问题，你很可能要从自己内心先出发。我为什么要培养阅读习惯？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平常有没有阅读习惯？或者是我对于书本的看法是什么？还有我培养阅读习惯的目的是什么？我喜欢什么样类型的书籍？我为什么要培养阅读习惯？我是要解决生活中的什么事？还有我是做什么样的工作？我是学生吗？还是我是上班族？还是我是退休人士？你要把这一些属于你自己的东西，特别的东西讲出来，问出来。你问出一个这样子的答案的时候， AI 给你的回答会更贴近你的需求，所以它会给你一个很客制化，属于你的，属于这个情境、这个年龄、这个职业、这个身份、这个习惯、你的渴望，它会给你这样子的回答。这个时候你看到的回答才会觉得有帮助，这的确是更符合我要的东西，这个才不会跟其他人得到的答案一样。那这种答案其实会更有用。对，所以我一直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只是用平均值的问题去问 AI 的话，你会得到平均值的答案。当这些平均值多了之后，反而你的心智或者是你的思考，你会被越来越拉往那个平均值。这是一个比较不好的现象。对，我们其实是要尽量的拉离平均值，就像我们希望说我们在人身上可能获得一些更好的表现，可能获得更幸福的感受，可能更能够觉察自己的内心。这个时候我们要的其实都不是平均值，我们不是要一个平均值的东西，我们是要很符合我们自己的东西，或者是很能够代表我们自己的东西。像我创作，我要创作出一个很能够展现我个人特色、个人灵魂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就绝对不是平均值。所以一定要去思考有什么样的对话方式是可以给他很多非平均值的问题。所以这个是这样一个小诀窍分享给大家。那因为我刚刚就一直联想到一个点，就是说因为我们都有时候会看其他人的 reels 在做功课嘛，对，那有些时候就会看到比方说达成什么任务，然后你只要留言指令我就传给你。对，所以像那一些指令，其实以现在的 AI 环境，你觉得它还是有参考价值吗？还是其实我们不太需要去依赖特定的指令？这是一个很棒的问题哦，因为这也是大家天天会遇到的。我的看法是这样，我不会直接说那个东西没有用，是因为其实很多东西都跟情境有关。因为我最近才写一本书叫做《情境智慧》，跟情境有关。我这样分析给大家听：我们看到一则一则的 reel， 看到一则一则的提示词，或者是一些小工具，那些东西我们如果乍看，假设说我们突然拉到一个很高的维度，会说：哎呀，这些东西没什么用，这些都只是一句一句的而已，很零散、很分散，没什么用。我们大可以这样说。可是我要给大家另外一个观点。如果我把知识譬喻成长一棵树，像我们很多人是做知识工作的，它是一棵树，有枝干，有树干，然后也有枝叶、叶子。那一些短影音，那一些小工具，那些小题词，它比较像是树叶，零星的树叶，东片西一片的。是。然后，好，假设说我自己可能对自媒体这个产业非常了解，那我的自媒体的枝干就非常的粗壮。我有树干，我有主干道，然后我还有可能扎根扎得很深。这个是我自己对于这个知识体系、自媒体这个体系很了解。那或者是我以前可能在半导体，我对半导体很了解，或像 Jaco 可能对心理方面的事情很了解。你一定要有自己的枝干，依据这个枝干，你再去接触到这些树叶的时候，这些树叶就有了依附的地方，它可以依附在这些枝干上面。所以我会认为那一些工具。那一些你说题词那些零散的东西，它们本身是有价值的，但是要看接触这些资讯的人怎么对待它。所以我就举两个例子嘛。第一个，假设我对于自媒体是一个有树干的人，我去看了很多短影音，可能看了10个短影音，里面可能有3个我会看到说，哦，这3个短短的资讯、短短的题词对我的自媒体的运作有帮助，马上就学起来，马上用起来，马上去贴到依附到某一个枝干上，对，这个东西就对我有了强大的意义，物超所值。但是相反的，另外一种人，他没有自己的枝干，他不知道自己要干嘛，他不知道可以依附到哪里去的时候，我看了10个短影音、10个资讯、10个题词、10个工具，我不知道我要依附到哪里，所以我看了10个等于看了0个，
有看跟没看一样。那这个时候这些资讯对他来说价值就是零，而且反而会造成资讯焦虑，对不对？很焦虑，哇，怎么大家都会这些东西，怎么都会这个，但是我怎么不会？我怎么不知道在哪里？这就是问题。所以我自己会鼓励大家，就是你随时都要想，你正在长哪一些枝干，你的主轴是什么？你自己的专业是什么？你自己最了解的那些枝干是什么？你有没有在持续的加强这些枝干？然后你再去接触这一些树叶的时候，你就很有地方去依附。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们看这些零星的资讯是很有用的，因为它等于是一个开放性的这种探寻的过程。光是这样切换情境，或者是你透过这个出发点不一样的时候，其实你看待这些资讯，你看到它的价值就会差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我觉得这样听起来会有一种感觉是，真正关键的还是我们本身具备的品味也好，我们看待事情的认知也好，还有一个是经验，都是大脑，对，都是大脑，都在我的大脑里面的思考。是因为如果这一边的资讯不够多，我就算看到那么多叶子也没有用，因为我不知道要把它摆到哪里去。那我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其实曾经有一次我上别人节目，别人问我的问题，刚好想说也聊聊看，因为他是问我说，我会不会鼓励大家可以用 AI 来排除梳理自己遇到的情绪的问题，包含沟通的问题，我们要不要问他？那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时间的回答是说，我有点担心提供资讯的人不够客观，反而强化了 AI 往他的这一个可能讨好他的立场走。对，那所以我其实想问的是说，像你过去有没有过类似像跟主管，假设是要谈加薪好了，或者是争吵之后有一些沟通的议题要去沟通协调，你有没有用过 AI 的这个辅助功能，或者是运用它来协助你在对话的时候可以预言？我最喜欢的其实是 AI， 它有一个很棒的功能是，大家可能会误以为它只能帮你做事情，对，但其实 AI 是可以来帮助你提升自己的思考。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一种叫做某种对话，我可能想要去预演一下这个对话，我的希望是我希望有更好的沟通成效。对，所以像我自己，我以前也曾经遇过，像我可能要跟我的伴侣沟通的时候，可能要跟我家人沟通的时候，甚至跟我的部属，因为我自己有做公司嘛，我自己有带几个员工，我要跟我的部属沟通的时候，有些对话比较困难一点点，你可能要拒绝他，你可能想要说服他，你可能想要影响他，你可能想要告诉他什么事情，但是有些对话是困难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会透过 AI 来帮我提升我思考的品质。像我自己很喜欢读书，我就读过像是非暴力沟通，或像是有那种叫做 DISC 的人际沟通风格，那或者是像是萨提尔的冰山对话模式。所以这一些对话的一些框架跟方法，它其实对我来说很受用。我以前也很喜欢把它做成模板，现在有了 AI 更好玩，我可以把这些模板这些方式全部先埋进 AI 里面，我让 AI 知道说我想要透过这些方法来去预演那些对话，所以像我自己就会做一个像 ChatGPT 的话就叫做 GPTs， 然后或者是 Gemini 就叫做 Gem， 我把它叫做专案包，因为中文好像没有这个相关的名字，我先把它定名叫专案包，所以 GPT 或是 Gem， 我就会把那个方法论埋进去这个 GPT， 然后我就只要遇到这种对话的时候要排练要预演的时候，甚至你有时候要反省对话的时候，我就会开这个专案包，然后来去跟他对话说，好，今天呢有一个部属，他可能跟我要求某件事情，但我第一时间是想要拒绝他的，可是我又希望用一个更好的方式拒绝，我不要用权威的方式拒绝，我想要用一个可能也可以说理，可能也可以动情，可能也可以更完善的方式，甚至我有没有可能跟他达成双赢，所以我用这个方式给 AI 资讯之后，他就会根据我的意图用那一些步骤跟方法拆解，你要怎么样用非暴力沟通的方式去对话，你要怎么样依据沟通风格去对话，所以我就会预演几个条件，所以短短的10分钟的来回的对话里面，我就知道了好几个可以对话的出发点跟步骤，我就可以带着这样子的一个思考来去跟我的部属展开，可能半小时后我们就要开会了，我就跟他对话，对话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是去演练剧本，我们是因为你已经知道了有那几个有点像种子在那边已经萌芽了，所以你对话的时候你总是会去想到，我应该先提问，先倾听，问他为什么，我再来跟他说我的想法是怎么样，最后我们来达成双赢，怎么样既可以达到你想要的，又可以达到我想要的，所以这个在对话的过程中就一直会发生。
然后那个对话的成果就会非常的好，就不是用直觉对话，而是我已经预演好了好几套不同的版本，对话的时候我就很流畅的，因为一旦我的内心已经准备好了，我对话的时候我就很多武器库，这边拿出来用，那边拿出来用，遇到这招我就见招拆招什么什么的，哇，对话就达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这种叫做对话的陪练，我自己就会常常用 AI 去做这种困难对话的陪练。以前还没有 AI 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很辛苦，因为我自己会写笔记，会写那些模板，对，我还要把那些模板拿出来看，还要自己去想对话，还要自己去设计，太累了。有时候你根本就懒得做，甚至你根本不可能做。所以以前的时代，我觉得真的很痛苦。现在有 AI 真的是最幸福的时代。所以你看，我就把很多我们学过的东西都埋进去，你只要遇到那个情境的时候，呼叫出来使用，然后就可以帮助你改善思考，让你想得更清楚，然后达到更好的沟通成效，甚至是举一反三，你可以想到很多事情。一旦你的思考只要通了，很多事都通了，这样子。那刚刚有提到说你有把 DISC 的一些资讯埋进去，对。那我刚联想到的是，假设是我的学员，因为他们未必是在职场沟通上有非常多的经验，因为有些人可能才20几岁而已，然后刚踏入社会这样。那我就在想说，有没有可能他们在使用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对话的专案包的时候，他会不会需要再多主动提供哪些资讯？比方说关于沟通对象的资讯或什么的，可以帮助 AI 回答给他的这一个资料或者答案，可以更契合他的情况。会啊，会有。像这就是我们设计 GPT 或是设计 GEM 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就是你除了把那些框架设定进去之外，你可以设定说他要主动的提问，以及提问有时候变成是大哉问，那个时候就太空泛。例如说，请问你的主管是什么风格？如果他问这样，那就太空泛了，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回答。所以我给他的一个指示是说，你除了提一个开放性问题，你开放性问题永远都在放在第4题，你前面3个要给选项，你要先给大家选择，如果选不到，我才补充第4个是开放的。所以举个例子，他就会反过来先问你，我们讲主管好了，请问你要沟通的这个主管是属于比较热情奔放开放型的这种讨论的，还是说他比较属于以数据为导向的，他只看重数据的，还是说他是比较依据逻辑思考的，你要给他一套剧本一套脚本，还是说他是介于这中间，或者说有其他我没讲到的，请你自己补充。所以他会给选项再加上开放的提问。所以我自己设计专案包的逻辑就是这样，我希望绝大部分的时候他可以带着我一步一步的选，我如果选不到我自己补充。但是人很有趣的就是说，你只要看到选项的时候，其实就会激发你的思考。因为你就会想到，哦对耶，他有热情奔放吗？他有条理吗？他是以数据导向吗？还是说他听故事比较容易说服？就是你马上那个画面感就出来，对，这个时候你的回答就会更准，让 AI 反过来引导你一步一步的往下选跟回答。好几个步骤之后，你就得到了更好的成果。所以这个是很多人会忽略的，因为如果我没有去给予 AI 这样的指示的时候， AI 它其实不会知道要这样跟你对话，它只知道说好，你问我什么问题，我就回你答案，我希望你按赞而已。它没有那种我刚刚说的那种逻辑，它不是引导你一步一步的往下提升思考。所以这些东西在我们对话这个当下，其实我们还是需要自己去设计这些方法。那有没有另外一种情况是说，因为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沟通还有一种状况是比较内耗的，就是吵架之后。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吵完架，然后两个人那个气节就卡在那边。对，那像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又不是没事都可以找到諮商師去问他，对，那有没有什么 AI 的方式也可以来辅助这一段？其实我自己也蛮喜欢看心理学或者是像倾听沟通的书，因为我自己会有一个情绪觉察的一个模式，对，所以情绪觉察它可以帮你觉察当下的情绪，它也可以帮你去觉察你上礼拜发生的事情，那个叫做复盘或者叫回顾嘛，对，所以也可以做这件事情，那甚至可以帮你预演接下来的。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其实是比较像预演，然后针对于我们如果说要去回顾一个已经发生过的对话，如果那个我们的心好像卡在那边，觉得好像某个情绪过不去的话，我最常使用的是我另外一个专案包，就叫做思考觉察的日记，去觉察一下我到底在想什么，
我现在为什么会卡住，我为什么前面那个时候跟那个人可能有争执之后情绪过不去，或者我为什么前面一个专案做起来我会一直拖延，心理的事情我就会直接开这种情绪觉察的一个这种步骤跟流程。因为其实心理学上应该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我把我自己熟悉的方法把它埋进去，所以我有每天会写日记的习惯，或者说每周会盘点过去的习惯，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开启这个情绪觉察的专案包，来去跟他对话，把我的苦恼全部的宣泄给他。因为我现在都是用语音转文字去输入文字，所以我就用讲的叭叭叭叭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可能讲个5分钟之后，我把我的心情都抒发完了，给 AI， 它就依照那个步骤跟框架一步一步的再给我选项，给我回答，问我说我现在苦恼的这个点是我的恐惧呢，还是我想要逃避东西呢，还是说我觉得自己不够完美呢？他会给你一些选项给我选，所以我就会去思考，对啊，前阵子跟伴侣的吵架，我到底是因为什么东西勾起了我的情绪？是因为别人的眼光呢？是他的期待呢？还是我自己对自己的不满呢？因为他会选项跟开放式的，我就会一步一步的回答。照着这个回答之后，我就会渐渐的梳理清楚，原来那一次的争执，我可能在想什么，我是怎么思考的，为什么会引起我这么大的情绪？拆解清楚之后，其实你就会看得更了解，原来我卡在这个有点好笑的点，下次的话我其实就可以跨过去了。而且这种工具还有一个更好的好处，我觉得大家真的很常忽略。我们常常都在讲什么叫做时间管理，或什么生产力。对，我跟人的沟通要有效率，我做事情要有效率，我的创作也要有效率，什么事情都要有效率，都叫 AI 做那些有效率的事情。但大家最常忽略的一个点，其实最没效率的就是我们人类。我们人类就是会卡住，就是会拖延，包含我也是，我在说我自己，我也会拖延啊。每次遇到要录一个影片，我就会拖在那边半个小时都动不了，或者是我要写一篇文章，明明我就知道写书要交稿了，我就是写不出来，我就是想要去打电动，想要去追剧，总是会拖延，会卡在那边，甚至你会有一些完美主义把你困在那边。我自己就是一个深度的这样子的一个常常有这样困扰，所以我后来发现，所谓的情绪觉察这种专案包，它可以大幅的去帮我解决刚刚的那种东西。就是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像我前阵子也是因为刚好在做线上课程，也要录一些影片，然后我就有一个影片就一直卡住，我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3天卡在那边。我明明知道那个影片只要录15分钟，只要开荧幕录影，影片就交给那个剪辑师就好了。我明明就知道这么简单，我卡了3天动不了，因为我就内心就觉得好像哪边不够好，好像应该要这样做比较好，好像什么东西没讲到，好像我又想要偷懒一下，又想要放过自己，所以一直卡住。所以我才发现对，我礼拜一的时候一早我就开启这个专案包，开始去觉察为什么我过去3天会卡住，我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我不想动。我把我的想法全部都跟 AI 讲，他就告诉我一步一步的猜到最后才发现原来我真的很害怕的是说我录起来的品质我太追求了，我好像太执着于那里面的画面呈现要多完美，我太执着于每个字是什么。然后他一直让我去思考我为什么要做这支影片，其实原因很简单，我只是想要快速的让我学员在课程上架之前能有一个看到我跟他们打招呼，先跟他们说欢迎，先告诉他们说有一些资源先提供给他们，我只是要打招呼让学员感受到我的善意而已。我猜到后面才发现原来事情那么简单，原来什么形式什么都是无所谓，都不是最重要的，而是那个心意有没有被传达到。所以一讲完话之后，礼拜一早上我又开启荧幕马上录，15分钟后录完，事情搞定。所以这种东西你说这个是效率问题吗？这个不是软体工具的效率问题啊，这个不是做事情效率的问题，这就是我内心某个点卡住了，我迟迟无法动手的问题。这个东西只有什么？只有你自己去面对，去觉察那一个情绪，你解释得了，你了解它，你看见它了，你跟那个小孩摸摸头不用担心，其实你要的很简单，其实你要的只是表达善意。光是这样我就过去了，我就把那件事情做完了。所以我用什么工具、什么软体、什么形式、什么格式都不重要，做完了，然后出去之后，学员的反馈就很好，因为他们感受到了那个心意，他看的不是那个形式，他们也是感受到那个心意，所以就会让我觉得我自己过去工作中有很多的事情，它都不一定是工作效率的问题，它真的是我们内心有些思考、有些情绪、有一些我们还没想清楚的事情卡住了我们。那这个东西我觉得现在 AI 工具真的是帮助我太大了。常常就是我只要卡住，我只要有拖延，我只要有什么东西觉得无法交代，
我马上就会开专案包跟他对话，讲啊，原来我在想这件事情，原来我在担忧这个，原来我不必这么担心，原来我怎么样，就是马上通了，通了之后事情就很好做，做事情其实是很简单的，对，最难的真的都是卡在自己内心。我觉得刚听到你说那个创作会卡好几天这件事，我真的超级有感，是因为我前几个礼拜才因为这样逃去台北，大概1个礼拜，然后就是因为我1个礼拜这边卡了，拍不出来。对，那我刚其实听到瓦基你在谈使用 AI 去梳理想法的时候，我突然有想到一个好跟担忧的点。我先讲好的，好，因为我觉得很好的点是，它让我们可以毫无顾忌的去把心里的话讲出来。对，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卡住，未必是跟所有人都可以讲。对，但是如果有一个可以畅所欲言的地方，真的很好。那同时我有点担忧的是说，因为难免我们会看到新闻，有些人过度依赖 AI 带给他的这些抚慰感也好，肯定感也好，反而导致了他的这个依赖程度变高了，变成是他的判断依据因此发生变化。对，那如果我们要让这次看影片的朋友们，对他们自己，因为我自己先说这堂课推不推荐买，我是绝对推荐。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上到现在，它已经帮助我一些工作流，然后包含这次访纲的一开始，我也是请里面的其中一个专案包，然后我们探讨出来之后，它带给我一个启发，我觉得很好用，所以课程我绝对推荐。但是我想谈的是说，即便不买课程，那我们看这支影片的时候，都可以知道，那我光是要梳理思绪，有没有什么方式也可以让我不会往那一个过度依赖的角度走？那这个部分能不能请瓦基给我们一点想法？好啊，这也是一个很棒的问题。我自己有抱持一个心态是说，有2种 AI 的使用方向。有一种使用方向，可能大家会常常看新闻或听大家说的，会觉得说，你好像叫 AI 可以帮你搞定很多事情，甚至我们把它讲比较难听的 ，AI 代替你思考。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假设说像刚刚讲沟通的，或是讲情绪觉察的，如果有些人他想说AI 这么厉害了，那你帮我想就好了请你根据我的过去的对话资讯告诉我现在想什么，或者说请你帮我解决这个情绪的困难。他想要 AI 直接帮他做完这件事，或者是这个沟通好难哦，你可不可以直接告诉我标准答案是什么？他希望得到这个东西，他把这些思考外包给 AI 去做了。这一条路其实就很危险你把真正最重要的事情，你把它叫 AI 做。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条路是我刚刚跟大家在呼吁的，或者说像我课程里面其实很强调的就是一点，其实 AI 是帮你提升思考的品质。什么意思？它是让你有更好的思考。刚刚讲的沟通的范例跟情绪觉察的案例都是这样的例子，它都不是要立刻给你标准答案，而是它透过这样一层一层的询问，给选项，开放式问题，帮你厘清拆解，一直去帮你去问自己的内心，我在想什么，我想要得到什么，我是谁，我在乎谁，我在乎什么事情，这些事情可以帮到谁，永远都是跟自己的连接，还有跟别人的连接。所以如果使用 AI 的时候，你用的是这样的一个方向的话，你其实会渐渐的让你的大脑越来越懂得怎么思考，越来越愿意思考，也越来越可以想清楚很多事情。那这个时候你会得到更多真的你想要得到的成果，跟你在乎的人更好的互动，你想要做的事情想得更清楚，这件事情做得越来越好，越有价值。所以思考提升它带来的好处是非常巨大的，虽然抽象，但是很重要。好，所以如果说任何想要用 AI 来获得这种对话好处的朋友，我会给一个小建议，就是说我自己常常问 AI 的，我都不喜欢叫他说你要迎合我，或者说你要说出我喜欢的答案，我反而都常常问他有没有什么事情我还没想到，还有就是给他一个指令之后，你马上要接最后一句，如果有其他更好的做法，请你告诉我。就是你要给他一些刻意的把他拉离那个讨好，拉离平均值的那个状态，所以你要尽可能的让他去点出一些我的盲点，告诉我更好的做法，有没有什么事情我还没考量到。你要尽可能的给予这一些对话的时候，提问之外，你要给予这些指示。这个东西如果你只是用脑袋记是比较辛苦，因为你每次对话你都必须这样给，所以像我在课程是提供10个专案包，每个专案包基本上都埋了很多这种刻意拉离平均值的指示，所以我以后就不用每次都重新给，
而是我每次用这些专案包的时候，重复的就得到这一些已经拉离平均值的结果。对，但只是说，如果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你只是想要跟 AI 进行普通的对话的时候，记得就是你怎么样去把它拉离那些平均值，怎么样让它指出那一些你可能想不到的事情，或者是尽可能的给你一些反对的声音，给你一些不同的想法。对，因为比起听到人的不同想法，你可能会觉得受伤，因为这个是人的想法。但是 AI 给你不同的想法是很棒的事情。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个人的，你就是尽量的让他去给你这些想法，你就会产生更多不同的思考。我觉得那个时候那种思考的提升，真的是我到现在为止真的是最享受的事情。因为我刚刚这样听起来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是说，如果我今天在使用 AI 的时候，我奢望的是我连思考都不用，我遇到一个问题我就丢过去，他就直接告诉我一个答案，我就去做，就这样。好，那这样其实相对危险，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愿意做的事情是把它当成是一个扩充认知更快的方式，只是呢，它省去我们查资料的时间，对，然后提升我们认知，那从这个角度来运用，就比较不会有我刚刚讲的那个会担忧的点。好，因为我过去啊在思考 AI 运用这件事情，我自己的使用层面比较多的都会是在行销或品牌频道的这个推进。对，但是其实后来我在思考的是，有没有可能把 AI 这种可以扩充认知，帮助我们思考，然后排除盲点这种角度运用得更好。因为我觉得难免我们人生会遇到一种抉择，就是到底还要不要跟这个人合作，或者这段关系如果平心而论要不要继续往下走。对，因为人际也好，感情也好，事业也好，我觉得这种情况其实很多次。对，那如果我们以这么长需要做决策，有没有什么方式，或者是像你过去的经验，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都怎么处理，会帮助你做出决策品质更好？这个超棒的问题，我给大家一些我实际经验的分享。我自己如果是我们用自己大脑思考的话，常常会落入盲点嘛，我就只看得到这一条。我做抉择的时候，我可能有一个旧的偏好，我就是会希望这样做抉择。可是我自己有一个专案包叫做智囊团，这个智囊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智囊团这个东西，或者是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因为这是蛮难的一件事情。对，所谓的智囊团就是你可能要有例如说有10个不同的朋友、家人，他们都是关心你、在乎你，刚好他们有不同年龄层、不同性别、不同产业、不同的学经历、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爱好，这个叫智囊团。因为这些人会给你很多元跟广泛的想法，一些经验的这些或者是观点的一些冲撞。这个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拥有，非常难。如果有的朋友你很幸运，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跟我一样没关系。AI 就是一个这样的角色，所以我自己有一个专案包，就叫做智囊团，里面我就有设定了一个档案，它就是10个人不同的人设，10个人设的一个资料。那个人设就包含了有投资专家，有那种退休的医师，然后还有諮商心理师，然后还有那种跨界的艺术家，甚至是咖啡店店长做小生意的。所以他有10个不同的人，不同的年龄，不同性别，不同产业，他们有他们习惯的说话方式。这一大份档案我就先写好，先设定好。我只是把一些我现实生活当中我希望我可以跟他对话，希望听到他声音的人写进来，这样的一个智囊团的专案包。所以像我自己要做一些决策，包含我到底要不要做这个产品，我写了这本书是要给谁看，我接下来做的节目这个专题系列其他人会怎么想，可以帮助到谁，有没有不同的看法，我的盲点可能是什么。这个时候如果你纯粹问 AI 的话，他给你的答案还是会太平庸，所以我才会用这个专案包来去问他。我就会问他，我刚刚想到那一些困扰，那些抉择，这些人会怎么看，他们会给我什么样的说法，他们看到了什么样的角度。对，我就会问这个智囊团，所以 AI 就会扮演这样有点活灵活现的智囊团，就给我很多的思考，所以我就可以去做出更好的决策。因为我光是看到不同的人的想法，我的想法就已经触类旁通了。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像我在做我的这堂 AI 的线上课程的时候，我就开智囊团，我就问他一个问题，现在市场上 AI 课程已经这么多了，教写程式的也有，教做图片做影像的都有，教各种提词工具的都有， AI 的课程全世界几百万堂，不缺我一个啊。我这堂课程核心价值是什么？以我的背景，以我瓦基的背景，以我的使用经验，我有什么最值得教给大家的？这些人是谁？你们有什么看法？
所以智囊团就开始给我意见，那些意见超棒的，他们就会告诉我，诶，对啊，课程这么多百百种，那些就是工具跟手段跟题词嘛，但是好像没有一个思考，那他们是怎么思考的？大家会好奇的是，瓦基你怎么思考的？为什么你用这些东西？你用在哪里？你用的这些东西它的来源是什么？为什么它值得相信？为什么你重复使用？你得到什么好成果？他就给我这样的资讯。那或者有些人会告诉我，诶，我已经退休了，因为里面有个退休角色，他就会说我已经接近退休了，虽然我也很想学 AI， 但是我不希望搞得太复杂，我不要设定东西，我不要写一大堆程式码，我不要做一堆有的没有的，我希望点开来就可以用，可不可以告诉我怎么样最好上手最好应用？很多很多的想法，然后这些想法源源不绝，我就可以去过滤，过滤哪一些是我要的，移除掉哪些是我不要的，过滤完之后渐渐的就变成课程的一个雏形。然后我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刚刚只是一个雏形的一个发想，我后来就根据这个雏形去发了课程的问卷，调查了1000多个人，这个问卷是1000多个人真实的回馈，以及我们找了一些人做了1对1的对谈，倾听潜在客户的声音，对谈的资讯全部收起来，问卷全部收起来，把这一些资讯，对不对？上万个字、数万个字的东西，整理成新的10个人，新的叫做潜在学员的轮廓的智囊团，对吧？这些人是真人啊，把真人再凝结成一个客户轮廓嘛，然后我再把我现在的草稿、现在的构想，再跟这些人在对话，更收敛。他们到底要什么？他们想要解决什么问题？他们一直遇到的困扰是什么？什么样的方法最可以帮助到他们？我做的东西可以帮助到哪些人？哪些情境？你看这样的对话怎么样？它很真实，因为它的来源全部是人跟我的思考，它凝结出来的成果就是这堂课后来的样貌。每个里面的章节怎么样设定，包含我们的行销用语，怎么样行销，怎么样讲，怎么样去勾起大家的共鸣，怎么样去解决大家的痛点，这些东西就是刚刚的那个对话全部产生出来的。哇塞！对啊，所以你看 AI 它可以做到这种事情，这个是以前的世界是不太可能做的。以前我可能要请10个人的团队，对吧？整理那数十万字的东西整理给我，而且我老实说，他们不一定整理得很好。但是现在 AI 你可以给他一套指令，一套方法，怎么去整理、梳理，然后最后收敛出这个轮廓。因为这个客户轮廓也是跟智囊团的轮廓是一样的，收敛起来，你就可以跟他对话。未来如果我还要推出新的产品、新的服务，其实这个方法就非常好用，因为它等于是去让你可以做到原本你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你本来就应该跟客户做深度的对话，你本来就应该去拆解他的需求，你本来就应该去回应他的需求，解决他的问题。你的所有的设计、所有的行销用语、所有的文案、所有的课程内容、所有提供的资源，本来就应该服务你的客户。所以它等于是一个催化剂，让你可以把这些事情做得更好更好。对，所以这个就是如何让 AI 来帮助我们自己一个我自己的案例。我刚其实听到你讲连行销语言都用这个对话方式去催生出来，我觉得这个很惊人，因为我讲的每个行销语言都是真实客户讲过的话，哇，都是他们描述过的痛点，就都是来自于真人的，都不是我们凭空叫 AI 生的，对吧？刚刚就说有一派很危险的，就是你可能叫 AI 说，哎呀 AI 啊，请你帮瓦基做一个线上课程是教 AI 的，请你帮我做一个行销页面，帮我自己生产很多术语，帮我假想哪些学员怎么样怎么样， AI 马上就帮你生一个行销页出来，马上帮你生一堂课程出来。可是这些课程是虚幻的虚构的这个就叫做幻觉，叫做讨好。他会希望说他做完这个东西之后你帮他按个赞，但他到底有没有解决到人的问题？他有没有帮你跟客户建立更深的连接？他是没有的。但相反我刚刚分享那个案例，他完全就是在帮你跟客户做好很真实的连接，解决他真实的痛点，去做好那些人跟人或者是商业上面最重要的，你怎么样帮助别人，你怎么样提供价值，他帮你做好这些事情，这些事才是重要的。 AI 只是一个辅助。而且因为我觉得以前真的都会有一种错觉，都会觉得别人家 AI 比较厉害，我这一个比较笨然后后来发现笨的是我原来是我用它的方式不对。那我刚其实很想问一个点，就是如果今天我不是有像瓦基这样有工程相关的这样的 know how 也好，或者是工作资历也好，我有没有可能因为学了什么或开始练什么样的思考方式，或运用怎样的使用方式之后，
我可以一样使用 AI 去解决我工作或人生的问题，而且可以用得很顺手。那如果是这样的目标的话，我可以怎么做？这个问题它大，但是我觉得我要回答精准一点，因为我觉得现在 AI 的相关的教学跟资源其实很多，网络上应该 YouTube 随便搜，应该数百万、数千万个影片，甚至可能还有 AI 生成的教学影片，反正太多了，太多的免费资源在这个世界上纷纷扰扰的，太多的工具，太多的题词。那你说，我身为一个普通人，我怎么样透过这些东西可以越学越好？老实说，我觉得它有一定的难度。它真的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所谓的你怎么样学好一件事，它其实是我们抽象点叫做品味。所以举个例子来讲好了，你跟什么人学，你就学到什么人的品味。那如果你跟很多很多不知道在干嘛的人学，那你可能会学到很多很多不知道在干嘛的品味。但如果你是跟他有实战经验的，他本来这个领域投入就很多，他本来一直就在持续的迭代在改善，你跟这些人学，他有成果，然后你学他的品味，你学他的方法，你学他的思考方式，你这样子就等于是有点像超捷径，人生是可以超捷径的。就像我喜欢看书，看书也是超捷径，我马上学到一个专家经年累月的知识，所以我每看一本书都在超一次捷径。学 AI 也是一样，其实你是有捷径的，你怎么样去跟对的人学，怎么样学到一个思考方式，这个思考方式或这个思考的情境，你就可以举一反三。就像我刚刚说的，如果你学到我刚刚说的那个智囊团的方式，你学到我怎么样客制化一个客户轮廓的智囊团，你是不是可以客制化你自己的，对吧？你有你的客户，你有你要服务的对象，你有你要服务的公司，你可以做你自己的东西，但是前提是你已经学到怎么用这个东西，甚至是你已经先拿到一个现成的别人已经一直在用的东西，那你拿到马上学来怎么用，你才会用了之后知道怎么样举一反三，未来的学习就会更快加速。所以我才说这个叫做超捷径。那所以我才会觉得我那时候在做这场 AI 课程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在回答我的读者跟听众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过去大概1-2年之间，我的读者跟听众他常常也问我说，瓦基有没有哪个课程，有没有什么资源我可以来学 AI 来入门，来去渐渐的上手，让我越来越会用，帮助我更多。老实说，我过去那1-2年我回答不出来。我可能可以偶尔推荐说你看这个影片，你看这个影片，有一个课程在教程式码，有个课程在教怎么写作之类的，我可能可以回答他们这些零星的片段。但我始终回答不了这个大问题，有没有一个接近比较通识的入门的，让我由浅入深，一步一步的学到后来我可以掌握这个东西，我可以应用，甚至我可以客制化，我可以创造属于我的东西，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课程？我就发现我一直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没有啊，因为就是没有啊。那既然没有，那我就必须做出这个东西来提供给我的读者跟听众。所以这堂课其实就真的是为了我的读者跟听众而生的，完全去吸取他们的这个需求，听取他们想要什么东西，我把这个东西做出来。所以我等于是做了一堂我希望这个世界上原本就有的课程。但既然没有，我们就把它做出来。所以就是有点像类似这样子。所以说任何想要学好整套思考脉络怎么样用，因为像我在这个课程里面就只教3个工具，应该说3选1， ChatGPT 或者是 Gemini，或者是 Cloud。这3个东西你任何一个的免费版都可以用到我课程里面所有的教学跟专案包，因为我都帮大家建好了，免费版就可以用。那如果你是付费版的用户，那你更幸福，你的额度更多，你可以做更多的客制化。就是这样，没有任何其他软体了，最基本的 AI 对话跟这些专案包，光是把这些东西用好，你已经超越99%其他的人了。因为这些东西很本质的就是思考的事情，就是每天重复不断，你可以快速得到稳定的好成果的事情。这些东西你一旦掌握，你已经可以改善你的生活跟工作。更何况你掌握之后，后面的章节就在教怎么客制化，怎么从0到1打造。而且我每一个专案包我都做荧幕的录影示范，我就示范给大家看我怎么跟 AI 对话的，我给了什么问题，他给我什么答案，我怎么做修正。因为我想要大家学的是看到我怎么对话，你才可以有点像举一反三嘛。原来他是这样讲的，我如果遇到问题，我可能也可以这样调整。所以每一个都有这样的示范。好，所以透过这个方式让大家知道这个背后的思考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设计这10个专案包，他们个别解决什么情境的问题，
还有如果你拿到之后，你怎么去客制化改成你自己需要的，怎么去替换里面的档案，怎么去替换里面的指示，变成更符合你的。那甚至是我第13章后面有一个是教怎么从0到1打造专案包，你怎么把自己的一个需求持续需要做的工作或生活的事情，把它用专案包的形式自己打造出来，以后你就可以一直用它啦。而且我的这个教学有一个最大的好处，这些专案包跟这些思考的模式，它不会被时间淘汰，因为随着 AI 模型的进步，大语言模型的进步，这些专案包只会越来越强，因为它的方法跟流程是早就是经年累月都已经实战可行的，所以模型越强，你就越容易得到好结果。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很享受的。过去这几年，我可能渐渐的跌跌撞撞把这些东西组合起来，但随着现在模型越来越强，这些东西就越来越好用。然后我就会看着远方那美好的那个样子，我就说哇，那未来这个模型越强，那我就越期待可以得到很好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像现在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很棒的时间点，从这个时候快点掌握这些资讯，根据这些工具跟资源去让自己学会怎么样跟 AI 相处，怎么样 AI 回过头来帮助我自己，然后再去客制化，再去从0到1打造自己的东西。那你就完全不怕落后，你也不怕被淘汰，反而因为有这些东西，你会越来越强，你会越来越精进，你甚至你有自己的想法，你学到的新东西都可以再埋回去原本的专案包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其实你这堂课里面是连怎么去养自己的智囊团也好，专案包也好，这些 know-how 全部都放进去，全放。而且我给大家所有的原始码，就是因为我刚刚说的那些专案包，是不是要买档案、买流程、买那些步骤，那些都有原始档、原始的文字档，全部都给大家一键下载。对，就一键下载回去，就全部的原始档都有。你可以看到每一个指令我是怎么写的，我引用什么资料，我引用什么书，引用什么框架、什么理论，全部都在里面。所以我会觉得这堂课就是有点像，如果你是要懒人包的话，你直接点连结就可以用专案包，给你一条鱼吃。那如果你更进阶一点，你想要学怎么钓鱼的话，那就是后面学怎么样客制化，你拿原始码自己去替换，自己去改。那最厉害的，这个钓竿都给你了，你学会怎么从0到1做出一个新的钓竿，以后去钓你想要的鱼。这个就是从0到1怎么做一个新的专案包，所以就是给你鱼吃，又教你怎么钓鱼，然后又给你钓竿。就是我只希望这全部的东西都让大家学会，都让大家可以用，一起在这个东西上面一起进步。这样，我最后其实提一个我自己心里的疑惑，就是因为我们可以透过看书去收取不同人的思考框架，处理资讯的方式，包含他们过去的一些经验值，他们的价值观。那现在有些人在运用 AI 在做自我成长的部分，他可能会让他固定去爬一些在特定领域的大神，他们的贴文，他们的文章，然后用这个方式来做资讯的补充。对，你会把这一个动作看成是一个对我们来讲是完全的便利，还是会有需要提醒的地方？我认为这个动作本身是很值得赞许的，因为这个动作本身它没有什么坏处，它带来的全是好处。因为如果我自己身为人类，我希望可以及时的拿到这些资讯，及时的听到他们最新的资讯，这件事情以前都要手动，那我们只是让 AI 帮我们自动的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的本身是很好的。那只是一个小提醒是说，你拿到这些资讯之后，你下一步做什么动作，这个只是提醒。那我会认为更好的做法是，我拿到这些资讯之后，它是用来提升我的思考，它是让我去想，这些人在讲什么，他们有没有什么新的见解，他们有没有什么颠覆我过去盲点的东西，提升我的思考。如果你拿来的动作是这样，然后你可以去思考完之后，可能你写个文章，可能你把它做个简报，你把它整理个素材，或者你把它整理成笔记。如果你主动做这件事情的话，那超好，因为你一直在让你的第一大脑一直持续不断的锻炼，一直进步。如果你的做法是这样，超好。我讲另外一个比较不好的做法，因为我有听过很多人他可能会及时收集这么多人的资讯，收集来之后，他请 AI 又写一个脚本，说你自动帮我把这些东西生成什么新的文章，帮我1个礼拜 po 20篇新的文章，都来自这些人的资讯。然后我就把脚本写好了，怎么下标题，怎么下东西，全部都写好了，叫他做，然后就自动发文，自动发，发得很开心。对，这个的下一步就有一些争议的地方。第一个，你的第一大脑有任何的进步吗？会不会因为这些文章发了之后，你也没有思考过，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发，你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干嘛？那这个东西你的第一大脑没有进步，我觉得这是可惜的。第二个，当然有些人这么做，他可能要为了流量，他为了更多的曝光，因为他都自动的嘛，这些东西全部都自动的，我不用做了，
我希望有更多人看，更多流量，更多关注。如果是为了这个东西的话，那你可能会得到那一些外界的数字，你可能会得到那些 KPI，但你的第一大脑跟你个人到底获得了什么？这是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所以你可能会得到你要的东西，但是你要的东西真的是你要的吗？真的是你的人生想要的吗？这就要打一个大问号。懂，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上完目前已经上架的课程，大概上到应该6-7成有，然后跟刚刚这样谈下来，我发现其实跟我目前开沟通课程其中一个教学目标有点像。那我分享一下自己的感想，就是说我觉得有时候沟通最难的真的不是说，而是想清楚自己要什么跟为什么要。对，那我觉得如果我们有工具可以去让我们不断去思辨这些事情，尤其是我有一次好像是听你在其他的节目有去谈到说 AI 其实它是一个意图的逆向工程的概念。对，那我觉得如果我们愿意不要只是把 AI 当成是一个省时间然后立刻拿成果的工具，而是一个去深化我们思考的一个很好的辅助工具，帮工作的一个帮手，那确实用这样的概念下去运作，不管我们 AI 到后来涉及工作的比重是高还是低，可是对我们个人的心态稳不稳定其实是有很好的帮助。对，那现在呢，瓦基这堂课 AI 瓦基的第二大脑已经上架了，而且到目前已经快要销售破19000，正在朝万迈进，这个真的很狂哦。那所以推荐给大家详细的这个课程的这个重点呢，包含优惠码我都会放在节目的叙述栏位。那现在输入优惠码还可以现折350哦。好，那这次我们就聊到这边了。我是 Jaco， 我是瓦基。好，那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拜拜。